同学们，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下皮肤小卫士金银花。它之所以被命名为金银花，是因为花在刚刚开放的时候是非常漂亮的无瑕的纯白色，但是呢，花开1-2天以后啊，它又变成了黄的颜色。所以的话，这种白色的花跟黄色的花往往是交相辉映，给人一种金子、银子两色相杂的一个特点，因此而被命名为金银花。又因为它叶脉的话往往是两花同时存在，所以的话是成双成对，形影不离，就像一对鸳鸯一样，所以的话也有叫鸳鸯藤。其实哈，金银花的话，这味中药对大家来说肯定是不陌生的。上了火泡点金银花、菊花之类的喝喝是常有的事儿。这个在很多地方是可以买到的，药店里、超市里，甚至是街边的那个小摊子上也都能买到。但是大家买到的说不定不是金银花，而是山银花。而且现在很多带野味的东西都被大家所推崇，带点野味的就是好的呀。到了秋季，我们经常在田野边看到很多金银花，可能自己的父母也采过。那我们采来的是正品的金银花吗？其实很多时候是山银花。金银花中呢，极易跟山银花混淆。在现行的药典中，我们可以找到2种金银花相关的中药材，一种是金银花，还有一种就是山银花。也就是说，其实这2种药材都是可以入药的。在较早的药典中，这2种的话都是归到金银花中，这也说明了2者其实很大程度上是相似的，但是呢也存在不同点，因此2者是很容易混淆的。好，那我们来看一看2者有什么不同。从来源上来看，金银花来源于冷冬科植物冷冬的干燥花蕾或待初开的花，而山银花的话，它是同科，也就是说冷冬科植物灰砧毛冷冬、红线冷冬、华南冷冬和黄褐毛冷冬的干燥花蕾，或者说它初开的花，一般的话都是用花蕾比较多一点。由此可见，2者是同科植物，性状和成分都是非常相似的。那我们来看一下这2个到底怎么区分呢？大家先来看一下图中的金银花，整体的话是呈棒状，有点像曲棍球，是不是？上粗下细，略带点弯曲。花蕾的话，它上部的话是略显膨大，直径的话大约是3毫米，表面的话是呈黄白色或绿白色。这个颜色的话，随着存放的时间延长，它的这个颜色会加深，变成棕黄色。密背短绒毛，最下面啊有一个花萼，非常非常小，你不仔细看发现不了。这花萼是呈绿色，先端5裂，裂片上面的话会有一些细毛。开放了以后的话，它这个花冠是筒状，它先端的话是呈2唇形，就像2片唇一样，而子房是无毛的。闻上去的话，喝过金银花的同学，闻上去的话，这个是什么味啊？带一点点金银花的香味，是不是？味道相对来说比较淡，有一点点苦味。山银花的话，它是以灰砧毛冷冬最为常见，因此这里我们主要介绍一下目前运用较多的灰砧毛冷冬跟金银花的区别。灰砧毛冷冬呢，它也是呈棒状，也是稍弯曲，但是上部的话，它直径比较小，约2毫米。从这一点，我们是不是可以看出它比金银花要细长一些？质地呢，相对来说它要硬一点，你用手去摸一摸，它相对来说的话，也比金银花要有弹性一些。从这里我们也看出，它和金银花区别点在于，金银花上部更饱满一点，质地相对来说稍微柔软一点。如果是自己去采摘树上的金银花的时候啊，有一个很重要的界别特征，可以区分2个。灰砧毛冷冬，它的总花的花梗啊是集结成簇啊，也就是说它这个一个叶上面长了好多好多小花，产量是非常非常大的。
所以的话，它这个也是目前市面上比较常用的一个山银花品种。那前面的话，我们不是说过冷冬也叫什么鸳鸯藤嘛？所以的话，它一般的话，一叶里边只有2朵花，这个特征啊，其实是可以很好的指导大家在自行采摘的时候啊，判断到底是金银花还是山银花。并且啊，金银花中的主要成分是木犀草苷，而山银花的话几乎不含有木犀草苷，只是其绿原酸含量的话比金银花高。那我们化妆品用的金银花有哪些品种呢？除了我们常见的金银花、山银花之外，还有蔓生盘叶冷冬、毛花柱冷冬，还有天花冷冬等这些未开放的花类，也是用于化妆品的。所以的话，它的用药范围是更广了。好，本节知识点就到这里结束了，谢谢大家。